我们当下的这一世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或者说只是我们灵魂生命当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之所以讲这些负面的东西，它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真相，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精力聚焦在这些负面的东西上面，而是要聚焦在正面的东西上面。对对，然后，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亚当·斯密写《国富论》大概1730年代吧，乾隆年间，那个时候有没有蜥蜴人的存在啊？那个时候蜥蜴人就开始来谋划着怎么样来操控世界了嘛。这个就是那个艾利克斯他说的嘛，就是早在几十亿年前，蜥蜴人就来到地球上了。他们一直存在。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说法。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不用执着于蜥蜴人这个物种，就可能自打有生物起，这些生物它就一直被两种情绪或者说两种能量操控着。人的就是类似于人被他的负面情绪和他的积极情绪一直拉扯嘛，然后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势力，他一直就想要让人变坏嘛，他可能你不一定非得去执着他一定是一个外星人或者说是一个新的物种，他可能就是一些坏人，这些坏人他就是想要去掌控他人，去奴役别人，所以他给很多人设计了很多的圈套，设计了很多的陷阱，然后通过一些谎言和欺骗去实现他的私人目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它的重点不是说蜥蜴人或者说是这些负面存有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人类社会的，而是重点是就算没有这些东西，人类社会一直从有人开始，人类就一直被这些能量或者说是情绪上的东西去拉扯。当然就是这是用心理学的来讲，就是从玄学来讲肯定就是有高维的或者说低维的这些正面势力或者负面势力对这些对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维度进行一个势力上的争夺吧。就是我们不应该，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管蜥蜴人到底是谁，或者他是怎么想的，我们只用管好怎么样来让自己，就就是怎么样解决自己的问题，怎么样来那个用正念来战胜那种负面的想法。而且第二的话呢，就好像之前你还是 Kevin 他也提到了，说就是如果是说我们天天就是想着啊蜥蜴人有多么可怕，或者说那个深层政府有多么可怕，那也是反过来相当于强化它的能量。对，就是我一开始就讲了嘛，就是大卫艾克他之所以讲这些负面的东西，他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真相，然后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精力聚焦在这些负面的东西上面，而是要聚焦在正面的东西上面。因为我们现在生活中负面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你就算不去想这些蜥蜴人，不去想这些负面势力，就你生活中接触到的这些人，接触到的这些事儿，它给你造成的这种负面影响，已经让你就是非常的焦虑或者说是煎熬了。就是对，就是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放到去平衡自己的这种心理上面，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去处理我们的当下的每一件小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对对对对，然后你前面说到了有一些正向的东西，然后你还说到了那个，就是它相当于是天使和恶魔的拉扯吧，拉扯的。那它这个天使恶魔是存在于我们心里面。我之前一直都会认为，包括学佛嘛，我会觉得那个心魔是存在我心里面的，但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些那团体。这个就看你信不信了，就是像我一个出过体的人，我就是打心里面就是认同，就是灵魂就是存在的，多维度的空间也是存在的。顺理成章的我就觉得就是这些
高维的或者低维的这些存有，它按理说如果合乎逻辑的发展的话，它应该是存在的，就是但是这个东西你信不信其实都无所谓，就是你就算没有出过题，你就算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你从心理学啊，或者说从社会学啊，你也可以认识到这一点，只是说它的描述方式不同罢了。只是说唯物的它跟我们的话有一个区别，就是唯物的人他总觉得自己是要死的，他总觉得他自己只有这一辈子，过完这一辈子他就没了，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执念，就是他想着怎么让自己这一辈子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痕迹，就类似于帝王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政绩，他想让自己千古留名，或者说是他需要去繁殖很多的后代，让自己貌似有了一种延续。但其实你有灵魂观，或者说你知道自己的本质是灵魂之后，你就知道灵魂是永生不灭的，何来这种担忧呢？对吧？我们当下的这一世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或者说只是我们灵魂生命当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对，那下一世的话会怎么样？下一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这个大环境吧，就是说我觉得灵魂肯定它有很多种去处，就类似于咱们找工作一样。咱们这个就业市场非常的光明，非常的这个宽泛的话，我就觉得那你的选择可能就很多。但是如果就是目前就处在一个就是就业危机的情形下的话，可能你的选择就没有那么多。当然其实归根结底呢，它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就是你投哪一家公司，你选择哪一个 offer， 它其实是由你自己来选的，对吧？就是你的灵魂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的灵魂会去到哪儿，它归根到底它是你的灵魂自己做出的选择，然后只是说它可能会去分析去考量外在环境的这些因素，然后去做出一个对他最有利，然后他或者说对他最满足他心意的一件事情或者地方。对，我记得就是还有一种那个说法是说在那个外星人访谈录里面啊，他就说到，他说大部分的人他这个灵魂最后会在地球上轮回非常非常的久。为什么呢？因为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监狱，然后呢人在去世的时候呢，他本来灵魂可以投胎到地球以外的地方，因为整个宇宙是很大的嘛。好，然后但是呢在木星的那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巨大的捕灵网，它会很有光明嘛。因为我们通过就是植入的一种概念，就是说黑暗是很恐惧的，是很可怕的东西，光明才是好的所以后来那个捕灵网，它就是用那种很强，好像很美好的那种光影来吸引你，你只要一走到那里去，那就给它捕获了，然后再回到地球上轮回。但是如果有少数的那种灵魂，它能够无畏，就是它能够无所畏惧黑暗，那它就有可能轮回到这个地球以外更高位的地方去。我觉得就是跟你到底轮回到哪儿，或者说你到底轮不轮回，这个其实有很多，它不是一个说死的东西，它有很多变数嘛。就比如说你想到高维，其实首先你的意识水平要接近高维才行，就是你想到一个充满幸福充满爱的环境里面，那你首先得是一个那样的人。就是不是说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到那个高维的地方去的，就类似于蜥蜴人，他其实很想到我们三维世界来，他很想到我们现实世界来，这样他就可以直接的
去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王，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引领者，然后他也可以更方便的去实现他的目的，他就没必要说是去扶持一个代理人，然后有很多麻烦的中间环节。但他为什么来不了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识水平，他们的维度太低了，他们是那种被负面的想法、负面的情绪和负面的能量所充斥的一种生物。他的这种意识水平使得他的灵魂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转生，或者说是投胎，或者说是显化。懂吧？就是你想要去到高维，那么你首先就是要提升你自己的意识水平，提升你自己的这个灵魂的等级。就是对，还有就是至于像你说的有一些捕灵网啊，或者说给我们地球设置这些监狱围墙啊，我觉得这些可能是真的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太多的人去到那儿去体验过，或者说我们自己也没有去印证过这个事情。我只能说地球肯定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一个星球，它发展了这么多亿年，它肯定有很成熟的一套它自己的这种框架和体系嘛，就是可能真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有一些捕灵网什么的，它会限制你的灵魂投胎的地方，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边界一样嘛，就是你想出境，你首先得要有签证啊，对不对？对，就是他会给你设置各种条条框框去限制你的自由，但是如果你呢真的是一个非常追求自由的人，你也可以偷渡啊，对不对？对，说福建人全球免签嘛，那个，对，就是我觉得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是没有必要存在的，我只是个人的一种观点啊。其实你对军队的这个作用不太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军队嘛？其实最一开始就是因为这种财富的不公嘛，或者说资源的不公平嘛。当你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财富，那么你就需要别人替你来守卫你的财富，就是你需要去打造一支军队来守卫你的财富和地位，同时还为你开拓更多的财富和地位。就是你想要消灭军队，前提是你要消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公平，资源上的不公平，地位上的不公平。只有实现人与人地位上的公平，资源上的公平之后，那自然就不需要军队了。现在之所以这么多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支军队，而且军费开支远超于正常的国民其他的部分开支，甚至远超很多倍。就像你说的，他拿来做一些民生工程啊，或者说是做一些好事啊，他用都用不完。那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的去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在他们的发展模式下形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这种竞争模式。如果你没有一支军队去守卫你的地位和财富，守卫你的疆土，那么你就会变成别人的奴隶，你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就是其实如果现在衡量一个人是否富有的最好方式，并不是说看他有多少钱，而是看他有多少军队。因为你有再多的钱，只要我有一支军队，那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对，所以埃隆·马斯克说普京比他要富得多，因为他没有相当于权力来组建一支军队。对，不是一个量级的，就是就算你有钱，你也组建不了军队，因为
组建军队，就是意思是说你要对其他拥有军队的领主宣战。你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之前那个亚当·斯密他写的《国富论》嘛，他就讲到了就是西方的那些贵族，他们之前也是像，那个就是《红楼梦》里面的，就是那些主子呀，对于他们手下的那些仆人，他有那种生杀予夺的大权嘛。但后来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后，他们权力就慢慢的给他丢掉了呢？就因为在之前首先没什么商品，就是他有那么大的庄园，然后有那么大的那个就是相当于粮食的那个收入的盈余嘛，但是你又没法消费，那怎么办呢？我就举办一些那个派对吧，一些宴会，然后去各种请各种家臣来胡吃海塞给他造掉。然后他的那些仆人的话呢，一开始的话相当于是他领主的附庸嘛，那他所有的那个收入都完全的来自于领主，而且他离开了那个领主之后，也没有办法独立的去找到别的工作，所以作为一个仆人来说的话，他所有的那些精力都是在于怎么样服从，怎么样取悦他的领主。好，可是呢，后面就是工业革命开始了嘛，就是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商品嘛，一些工艺品，什么钟表啊，什么比如说有一些很精致的一些嫁妆的箱子呀，一些床啊，一些家具啊，对他们就想买嘛。然后领主他去花钱去买了之后呢，那举办宴会的或者说去雇更多仆人的那个消费的那个欲望就降低了嘛，降低了。然后后来久而久之的话呢，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权威就会下降，因为慢慢的他会养活一些工厂主，而对于工厂主来说的话，一年生产的那些钟表，我有1000个客户，那虽然单个的话，客户也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那些领主你要买，但是不像之前作为一个家臣一样，我离开了这个领主就没法生存了。我哪怕就是作为一个工厂主来说的话，哪怕是有一个人他不买我的钟表了，但是我还有其他的客户，那他这个地位就相对于来说要平等一些。而且之前的话，他举办那些宴会呀，它会造成大量的食物的浪费嘛，因为人的胃口只有那么大，而且你要就客观来说的话，他愿意去举办宴会的那些领主，他其实还是比较慷慨的，但是正是由于后面的他那些就是相当于就是自私的那种领主嘛，他会想，哎，那我与其把那些粮食都浪费掉了、造掉了，去请身边的人吃，还不如我自己买一些古董啊、一些工艺品来作为传家宝啊。然后后来慢慢久而久之，过了几代之后，他的那个权威就自然而然的下降了嘛。然后再就是后面那些领主他也没有那些打理自己田庄的一些能力，就跟当时新兴的一些资本家、一些小工厂主来说的话，他慢慢又过了几代的话，他那些土地最后也都消失掉了，然后最后就成为了一个那个平民社会，从贵族社会到平民社会的一个转换。对，就是你讲的就是一个社会转换的一个阶段，就是更大的资本，它一点一点的把这些这些寡头、小的领主，把他们的权利给稀释掉了。对，这些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阻碍。因为像大卫·艾克，他在多少年前他说过一句，他说他研究所有的宗教，最后就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神。然后因为他在多少年前，他在欧洲说这件事的时候，别人是不可理喻的，就你这个人，你是疯了吗？你妄想。因为一般像一神论的宗教，没有任何人能够就是把自己跟那种高维度的神来比较的。包括我第一次了解那个就是那种一神的概念的时候，是跟有一位回族兰州牛肉面的老板嘛，我跟他聊天，他青海人。对，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看《西游记》嘛，就想到，哎，那所谓的神会不会其实也是有超能力的人啊？他会飞上天入地，像什么玉皇大帝、孙悟空、王母娘娘那样的啊，所以说有的人他可以幻化成仙，幻化成什么样？但是就是那位回族的老板，他跟我说，他说，真主安拉他是我们永远都不可见也不可想象的那种存在，就是他无所不知，同时也无所不在啊。只有是说，当我们去世的时候，一级自我遇到二级自我的那一刻，我们才能够一睹他的真容。
其实我也是比较支持就是大卫艾克的这种说法，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Alex， 他也是认为就是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带有神性，当我们去向别人表现爱、表现包容的时候，其实就是展现我们神性的时候。对，就是如果你相信那种有神的存在，或者说你有自己的这种崇拜的对象，其实你就相当于是让渡了自己的权利。他会告诉你，你要坚定不移的相信某一套理论，然后再坚定不移的去厌恶其他的理论。他把你相当于是关在了一个小房间里面，你的视野，它有一个，对，你的视野会非常受限，它会有一个排他性，对，这个排他性，对，这个排他性非常可怕。如果你真的把他们都追溯到他的最早的这些文献，或者说最早的这个创始人的这些观念，你都会发现，这些创始人他们也是非常反对，就是人们去崇拜偶像，或者说是去崇拜一些就是高灵啊，或者说高维的存在。我们因为这种崇拜，它其实都是在让渡自己的权利，去把自己束缚在一个更狭小的空间里面，而且你让渡的这些权利会被这些其他的存有去拿去做一些坏事。因为它已经不在你的管控范围之内了，所以你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因为宗教引起的大屠杀，或者说是一些惨无人道的一些社会事件，这真的是太多了。包括类似于战争也是这样的嘛，就是人民通过让渡自己的权利，最后导致人们之间相互残杀嘛。其实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仇恨，就是我跟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彼此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仇恨。我们作为普通人，其实只是想要过快乐幸福的一生，没必要说是要把谁给杀掉啊或者怎样的。但是因为你的权利让渡给别人之后，你就没有自由身了，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对，就是我觉得通常情况下，只要是说有了一个集体的那个观念的时候，那就会那人就会更容易就是为了捍卫所谓的某种正义而去做出来实际上是很邪恶的事情。对，我举个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嘛，就是像之前啊那个去邀请你还有 Kevin 做出体的节目的时候，就有些观众他会就是说主持人你老插嘴就是一般情况下一开始我都是一笑嘛，或者我跟他安抚一下，我那个心态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我一看到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连 Kevin 他都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愤怒出来，哇，你敢骂我们，敢骂我的朋友，我要为了捍卫这个就是这个义气，我要来怼你我要来怼你。但是我觉得就是像这个也是所谓的义气也是那个绑定出来的一种那个阻碍啊。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补充一点嘛，就是之前我也很同意佛教它算是所有宗教当中最平静的但是你仔细的去看它的话，它会说让我们拜佛而不要祭祖就是他说佛是那种圆满的那种觉悟者，而自己的祖先的话，他可能生前他会有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相当于一些恩怨吧，我们拜的时候有可能拜的是鬼或者怎么样的对，那不就是相当于也是一种排他吗？而且当时我老家的那个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祭祖嘛，我们那个有个观音庙然后观音庙跟我们的那个邵氏祠堂是在一块的嘛，前面后来就是我们去过年的时候去给那庙的那位僧人去相当于捐款之后，然后那位尼姑嘛，其实她也是一位大妈嘛，或者你说她尼姑也行她就送了我们很多一些水果呀饼干呀，她说这是供过佛的，你可以带过去。好，然后后来我就准备提着它接着去祖坟山上面去拜祖了嘛。好，结果后来尼姑她哎呀你这不要这个是拜佛的，你怎么能拿去拜祖呢？后来我爷爷看了一下就笑了一下嘛，
然后走了，结果走了之后呢，后来我妈妈说，哎，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放回家，就不要带到祖坟山里面去了？后来我爷爷说哪里有那些事儿，因为我爷爷他是见过那些祖先的嘛，那些祖人之前都是他的家人，就他知道根本就不会存在什么所谓的相冲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他其实，但是后来的话，我在看的那个克拉克的，就江湖节访谈录嘛，它里面就是邀请的有位叫克拉克的人，他说他也是有段时间。他有一段时间经常也是像我一样觉得啊，所有的宗教它都是反人性的，都是有某种操控。但是呢，他后来他说他接触到有一位上海的一个女生，她是信印度教的，中国人，她老公也是中国人啊。他说他一开始是那种很要强的那么一个人，很愤怒的那种状态嘛，贪嗔痴就是有一些低频的一些能量。好，但是通过信印度教，当然什么宗教我觉得都行吧，也要把这里换成佛教、基督教都行。好，之后他有一些仪轨嘛，他会讲到我们必须得就是相当于要有谦卑之心然后要有那种敬畏之心。然后他那个具体的案例就是讲他想做某一套那个相当于一个仪式，然后需要一个上师来去给他灌顶还是怎么样的，必须得完成那套动作。然后在做那个的时候，他就有了那种敬畏之心，然后之前那种怨恨的那种要强的心态就变得更加的那个平和了。所以就是你要说他这个，反正这个东西我现在还在研究，还没研究明白。就是你失去一个东西，你肯定会得到一些东西的，就类似于我们刚才聊的那个手机权限的问题。其实你其实失去的就是你的时间嘛，但是你得到了就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去设置那些权限，去关这些通知啥的，但是你得到的就是你的清净嘛。但是如果你不去管它，你得到的是你的这种便捷性，你可能少了很多的麻烦，但是你只是当下这一刻你觉得了少了很多麻烦，但是它会在你往后的生活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和这种阻碍。就类似于很多东西很多人他是非常短视的，他总是觉得只要当下能产生效果他就这样干，那其实很多时候你长远去看，它对你是非常有害的。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生病了，我们就想的就是赶紧好起来，那我们就去直接打针或者说是输液。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打针或者输液它对人来说是非常有侵入性的，它对你身体是非常不好的，类似于做了一次小手术的这种程度。对，但是它就是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身体得到一个迅速的转变，就是你自己去权衡吧。我觉得如果你觉得生活给你的压力太大了，你担负不了这些，你对精神上的自由啊，或者说对信仰的这种包容或者多元性也不在意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接受。这个就是看你个人的选取吧。我观察过嘛，它那么有优越感，有些信宗教它可以给你带来对神的谦卑的同时，好像也带来了对其他世人的一种优越感。所以当然这一段我必须得给它掐掉。后来我发现其他的一些成员一些信教的一些成员他们做的那些事儿完全就是跟教义里面说的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想你也信神，但是你为什么做的那些事情，那完全就是相反的呢？各种自私自利那都有，而且再就是就是之前就是我在那个四川有一位姑妈去讲，说就是比如说她认识有一位女性吧，就是很多现在四川那边40多岁80后嘛，无儿无女，没有结婚，但是她信得很虔诚。然后他觉得是什么东西我都要跟上师。他这里所说的上师跟 Kevin 所说的上师是两码事。Kevin 所说的上师是那本书《告别娑婆》里面的，相当于书里面的那个存在，但是他这里说的是实打实的人。然后就说上师讲了怎么样，但你要去看到教义无非就是劝人向善的老生常谈嘛，这是第一。
结果呢，上司是谁呢？1989年出生的，1989年出生的那么一个年轻人，而且我就觉得他是某种程度上的逃避，就是他觉得他就是中年，你什么工作那些东西，我求财求钱没关系，神会给你的，佛会给你的，你只用好好的去念经，你去念经，你去打坐，你去跟着上师去学。当然上师他学那些东西那都是免费的嘛，那课程都是免费的，但是反正他同时也会有一些人也有反正去给他供养吧，而且供了很多。我就觉得像有的人他你不工作，他不是那种就是想休息一下间隔一下探索自己爱好，不，他就是完完全全的丧失了那种去做工程师的那种能力。好，但是呢他去教会的那个活动那去了，谁比谁都起劲各种活动非常的积极。好，但是呢反过头来世俗上头，我们居然是生产者的话，我们得创造好了，我觉得吸引力法则到此为止的，就有时候吐槽的话得有一个限度，你说一件坏事的话，可能我会想说实现。对，这个其实说到本质，它就是一种逃避嘛，就是其实把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一些好的品质给投射到另外一个存在上头。就比如说就是那个佛释迦牟尼他都说了，他说你根据他的那个经历嘛，他只是一个尼泊尔的一个小的王国的一个王子，那他的那个经济条件呢，那相当于是中国一个县城的一个局长的孩子，或者一个厅长的孩子他当然他也会经过一些悟道最后成佛，那是真的。但是呢后世的人他为了就是来宣扬来加强他的那种就是悟道成佛的那个体验嘛，就会去说他是住豪华宫殿的各种的就是有3000仆人的反正就会把他的那个之前做王子的奢靡的生活给他放大，然后而他实际上他其实也是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你说就一个县城的那个县长的孩子或者局长的孩子，这个也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这个其实不是重点吧，觉得就包括像圣经一样嘛，它都是后人几千年来不断的改了删了改，就是类似于对我们其实跟咱们当社畜是一样的，就是你选择在一家公司或者企业里面，或者说进入到体制内去给他当社畜，你的一生都在这上面耗着了，你完全没有去干你自己想干的事情，然后你的灵魂也没有得到成长，可能你的一些比较恶的习性还反而放大了，就像你说的，他可能会去做很多跟他教义完全相反的事情，这其实就是一种扭曲嘛，就是这在其他的组织当中其实也很常见，就比如说一个公司如果他打着为国为民的口号，他可能背地里就是干着害国害民的勾当。比如说一个国家，他可能政治宣传的是某一种理念，他可能背地里就是干的另外一种，他又别有企图吧，就是也不是说我们要用这种恶意揣测去揣测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揣测任何事情，我们真正需要去的就是看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我们跟一个人相处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要去听他说的那些天花乱坠的事情，他说的他的品德多么高尚，他信仰的这些东西非常的就是高尚，非常的有品德，非常的有这叫做什么，这个叫就是非常积功德，这他说的话你不要去信，你就看他怎么做就行了，你看他平时怎么对待身边的人，怎么去对待这些跟他利益不相关或者他利益相关的时候他怎么做抉择，你去看他的为人处事，你就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水平了。就包括你去看一个组织一样，一个组织它的好坏，你不要去看它的宣传标语，你去看
他到底做了哪些贡献，他有哪些产出，然后他的组织架构是否是透明的，他的这些制度还有他实际落实的到底怎么样，这才是我们要去关心的。就是我们始终都是要去看他的行动，不要去看他这些表面的东西。有可能你去看寺庙里的佛像，它是一个金碧辉煌的东西，一个雕像，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富贵，非常的精美，就是我们还是太容易被这些表象所迷惑了，总是就是人总是有一种思维惯性，就是觉得就跟我们与人相处一样，我们总是喜欢以貌取人嘛，因为以貌取人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只需要看一眼，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判断。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观察一个人的行为，或者去观察一个人他的本质的话，其实我们需要对，我们现在时间只剩下10几秒了，就是关于那些事情，我们下一期再开一期接着聊啊。行，那预示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